参考预售价格为80万元。未来用户当下的心情，以及对将来的期许，是中国布局充电桩最多的汽车品牌。当服务好未来用户的同时呢，我们的桩从第一天起呢就对外开放，近80%的电量服务于其他品牌用户。正式发布未来640千瓦全液冷超快充桩，最大输出电流765瓦，120千瓦时。使用今天发布的全液冷超快充桩 ，ET9 可以实现5分钟255公里的极速闪充体验，超充快换的家电体验肯定是全球唯一。大家都知道未来换电好啊，但不能因为未来换电好，就忘了未来的充电也一直是行业第一，已经建成了2309座换电站。我们现在所在的陕西省已经布局了83座换电站，其中高速公路上就有42座。像陕西这样已经初步完成全省高速换电网络布局的省市，我们已经有12个，未来也已经为用户提供了超过3400万次换电服务。换电站建得越来越多，再加上灵活升级服务，用户电池包的选装力也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外观是不是更漂亮了？是。外观升级成为更具科技感的精研灰涂装，内部电池仓位增加到23个，单次换电时间减少22%。智能化进一步升级，搭载了4颗车规级的英伟达 Orin X 芯片。2024年，我们将在中国继续新增1000座换电站，累计建成超过3310座，我们就为大家带来了未来技术创新的最新旗舰产品。好，各位买好，我是董买买，现在已经是晚上的11点10分了。我刚刚从 NIO Day 的会场回来，想跟大家来认真的聊一聊 ET9。ET9 呢，其实是你见过的和没见过的各种各样先进技术的一个集合体。你听过的一些名词呢，基本上它都有；你没有听过的一些东西呢，它可能做的比别人还要强。不管你喜不喜欢蔚来这个品牌吧，蔚来在30万以上的纯电车中，其实已经形成了高达40%以上的统治力，这其实是一个压制性的份额啊。那蔚来呢，已经刚刚过了9周年的生日。那上周呢，斌哥开着150度电池的 ET7 行驶了1044公里，然后车依然还有电，这不过是蔚来的整个积极投入研发的冰山一角罢了。今年的 NIO Day 的主题也是向上，这其实呢是必然的选择。以后呢，主流的产品区间呢，交给呢代号为阿尔卑斯的第2品牌来完成。NIO 品牌呢将会持续高端，持续引领。NIO 呢所造的最便宜的车就是29.8万所起售的 ET5 跟 ET5T 了。那第2品牌就是坚决的做家庭市场，坚决的做家庭市场，踏踏实实的做家庭市场，打性价比。所以我们肯定不会在蔚来品牌里面出一个30来万的，这30万以下的为家庭市场的车。我们知道这样的话，它量会起来，但不会做这个事情，因为我们有第2品牌去承担这样一个使命。那这台 ET9 到底有哪些先进的技术呢？我觉得我很欣赏斌哥说的一句话，就是产品旗舰必然是技术旗舰。你看啊，电池系统是蔚来自研的925伏的超充快换电池，换电的话只要3分钟就可以完成。电芯呢是蔚来自研的46105电池，给大家稍微简单的介绍一下46105电池吧。有点像咱们的5号电池，但是46105电池呢要更加粗壮、更加长。46呢指的是它的直径，105呢指的是它的高度。你们一定听过特斯拉的4680电池，对吧？4680的电池呢再高一点，一般就叫4695啊，就是做到95毫米高。那蔚来做了一个46105毫米，这其实是需要很强的技术的，不管是对于电池的散热，对于电池的正负极材料选择，
都需要很强的能力。但是我很惊讶的是，蔚来竟然自研了这块电池，而且给出了如此高的参数，我真的十分的期待。充电桩这块竟然就直接给出了640千瓦的超充峰值的充电电流达了765安，500伏到1000伏的充电桩都可以使用。在 ET9 上搭载了 ET9 这块先进的120度的5C 电池，竟然可以5分钟就充225公里。其实这就形成了一种很有趣的制霸论充电，我的速度别人无人能及；论换电，蔚来3分钟就可以满电出发，在充电跟换电上，蔚来都能做到最强。那这个时候再去纠结充电和换电的意义呢？没有意义，对吧？就是一个顶级的学霸，语文也好，数学也好，你再去跟他去比，这个没啥可以比的。那电机呢？其实蔚来一直在坚持自己研发电机，那个最早的 XPT 工厂，对吧？一直在自己造电机。那这一次的电机呢，其实造得更加激进了，前180千瓦的感应电机，后340千瓦的永磁电机，这个电机达了2万转，峰值的扭矩达了5000牛米，这是蔚来自己制造的电机。它是率先使用了 WPIN。未来的电机工厂呢，其实就在合肥的 F2 工厂F2 工厂中专门有一个生产电机的车间。上一次我去参观的时候，有负责人就提到未来在开始做 WPIN 了当时我就意识到这一款电机可能会在一些先进的技术上使用。那果然，除了自己使用 WPIN 绕组槽满率更高之外，粉丝呢还使用了油冷电机。在使用了油冷之后呢，电机在保持高功率转速的时间会更加长一些。蔚来呢，其实已经在欧洲的5国进行销售了。对于欧洲是有一些场景需要保持在200公里以上持续一段时间的，那这样的油冷电机无疑是性能表现会更加的优异。那蔚来呢，这一次其实还提到了它的1200伏的碳化硅技术是自研的、自己生产的。其实有的时候大家都会问蔚来为什么会亏损，蔚来其实经常一个季度有30亿人民币都在那儿研发，其实这就是研发的成果在逐渐的往外输出罢了。那关于这台车的底盘系统，其实可以聊的事情非常多，比如呢，蔚来跟 Clear Motion 一起合作制作了一个全主动的悬架这个东西可太厉害了。保时捷呢最近其实演示过一套完全的主动悬架 ，Clear Motion 的这套系统呢，它其实核心是一个体积集成度非常高的一个电机，这个电机呢，通过自己的转动会带动里面油液的一些变化，然后油液的变化呢，推动到悬架中去，就会对悬架的阻尼产生一些改变。但是这个东西的难点在于每秒钟上千次的即时变化，它呢4个轮子是独立可以去控制的。那最终产生的结果是什么呢？是这台车几乎就是一直是平的在往前走，这个东西是非常难得的。未来也做了一个展示，我觉得这个展示做得非常棒。我刚刚大概看了一下视频的评论，除了有人说这个杯子是用胶带粘上去的这是鸡贼厂才会有的作风。未来如果它演示出了这样的香槟塔，那它一定就不会使用胶带去粘，这个就是企业价值观的问题。那说明了 Clear Motion 的这套全主动悬挂，它的性能就是非常强悍，而且跟别的品牌的一些主动悬挂，比如跟保时捷的那种不同，一呢，未来这个东西的集成度很高。另外呢，未来这套东西是未来资本所投资的，也就是说率先会在未来上使用，别人想用想花钱用不了。第3点呢，刚刚像我说的那个原理，它本质呢是电机去驱动油液产生的变化。那反过来说，如果悬架形成本身的一些变化，又会反过来推动这个电机在转动，这个电机呢又会给这个车形成一些动能回收。所以这一套东西对于电动车来说其实太合适了，相当于又多加了4个可以动能回收的一个小电机它们的回收功率斌哥好像说可以做到5000瓦左右，那就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回收功率了。那再有呢，就是本次呢使用了后轮转向，后轮转向呢直径可以做到10.9米，这个呢不管是对比 i7 对比迈巴赫，甚至对比劳斯莱斯的闪灵，在一台5.3米长度的车上都非常的有优势。
最大后轮转角8.3度，最小转弯直径10.9米。对于一台5.3米的行政旗舰，这个表现非常优秀。天行智能举盘呢，还具备有线控转向。那提到线控呢，其实斌哥这次也说了，最早呢其实是来自于 A320的电传系统。线控转向呢，其实可以做一些简单的理解啊，就是传统呢这个车你要转向的时候，你转动方向盘其实是有一根转向柱的，那根转向柱呢带动的是下面的齿条，齿条呢推动的整个前部开始转向，对吧？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这一次呢，如果你使用了线控转向之后，本质上你转的，你可以理解为是一个游戏手柄。这个手柄的转动的角度呢有多少，然后呢会对应到下面的电机，会自动推着你的前轮进行转动。这样子的话会造成一些什么样的优势啊？第一个优势呢是，比如说你在一些大角度的掉头的时候，你转的圈数可以相对应的变得很少。我们都知道特斯拉用 Plaid 的那样的方向盘嘛，那个方向盘要接手，对吧？那种偏方形的方向盘是很难去接手的。但是如果你是使用了线控转向之后，你这个接手会变得更加容易的。第二个呢，就是因为完全的没有了转向柱之后，这个方向盘它前后伸缩的距离变大了。那对于车内空间的布局，其实这是有优势的，对吧？当然，那个对于我来讲，我觉得这个方向盘如果在以后自动驾驶能允许的状态下，方向盘除了往前走，其实还应该完全的收起来。我不确定这个方向盘能不能收起来。那总之呢，就是线控转向的方向盘给整个车的布局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其实呢，从第一代 ES8开始，那时候2018年了，蔚来车的空气悬架和制动系统它就是线控的。那2022年的 ET7呢更进一步，蔚来自研的底盘控制域 ICC， 那驻车控制器呢，什么包括 CDC 啊这些东西都可以独立的去控制，甚至呢蔚来 OTA 的点头不刹，甚至未来 OTA 的刹车不点头功能，有一些企业呢说这个功能有什么好，有什么难做的，是吧？自己 OTA 一下就行。结果发现呢，刹车系统他们多半是个黑盒子，就夸下海口之后往往做不出来。但是蔚来其实就是这样一步一步把这些东西给它逐渐做出来了。第四个呢，我想聊一下感知系统。其实呢，从 ET7开始在头顶部放一个激光雷达，最早呢别人说长得丑，对吧？那随着这2-3年过去之后，你会看到越来越多的车企先是质疑蔚来、理解蔚来，最后成为蔚来，都在头部去放了一些激光雷达。有的品牌呢，甚至它的低配头顶上没有激光雷达，淘宝上都有激光雷达罩这种东西卖。那充分说明了社会上对于头顶放激光雷达这件事情的认可。那这一次呢，蔚来的这一套激光雷达的感知系统呢，升级到了2.0的版本 ，Aquila 2.0，天鹰座2.0版本。其实，在侧方还额外增加了2个广角激光雷达。那激光雷达进行了一个超远距的感知啊。全面升级的天鹰座 Aquila 2.0，最大可感知范围超过40万平米。对于在城市中进行一些穿行的时候，可能会有更好的表现。同时呢，蔚来这一次还使用了4D 的毫米波雷达，对于一些极端天气的感知将会更加强了。然后呢，还有一个令我十分惊讶的是，蔚来果然在自研自动驾驶的芯片，而且呢是5纳米的核心哦，32核 CPU， 车规级的 LPDDR5X， 自研了图像信号处理器 RSP， 自研了 NPU。这个东西我很理解，发布会上不能详细的去说，对，因为毕竟现在地缘政治的问题很麻烦，对，我相信在今后的各种各样的活动中，蔚来也只会一笔带过。但是你想想看，一个车企业研究出了自动驾驶的，你可以说是掌上明珠之类的东西吧，自动驾驶的芯片这个非常难。你想特斯拉当年搞出来 HW 3.0芯片的时候，全世界的那一阵好评，对吧？其实蔚来默默的就把自己的自动驾驶芯片给弄出来了。蔚来自研的第1颗自驾芯片的目标是用1颗实现4颗的性能。现在呢，我就正式发布蔚来首颗自驾芯片——神机 NX9031。从此之后呢，下一代车型就不再需要4颗 Orin 了。其实2颗智驾芯片加上8295芯片，就可以组成智能电动汽车的最强大脑了。这个就是很强很强的优势啊！就今天发布的这个发布会之后，我觉得很多汽车品牌看到这一些东西，他们光连夜改 PPT 是不够的，因为很多东西不是他们靠花钱可以买回来的。蔚来成立到10年，终于有一次发布会可以体现出这样的能力，
这个我觉得是作为蔚来车主我感到十分欣慰的地方。还有呢，发布会其实着重讲了这个全链路的冗余啊，比如千兆一台环网啊、双电源冗余啊、通讯的冗余啊、一路失效、基于驾驶。其实蔚来呢一直在安全性上，你可以认为它是一个很保守的企业吧。比如所有的车型都只提供双电机，因为双电机就有更好的可靠性。斌哥这次终于说，这个双电机就像双发飞机一样。你看，其实飞机是这样的，最早的飞机呢都是4发就是大型重要的客机都是4发。那随着经济上的考虑以及发动机的工艺越来越成熟，逐渐的双发飞机成为了主流。双发的飞机呢可以保证发动机在一侧单发失效的情况下，依然可以安全的平稳的落地。如果是双电机的情况下，它就是会比单电机有更加多的冗余。那对于蔚来这样一个高端品牌来说，做双电机我觉得是无可厚非的。然后这一次呢，我还注意到它进行了双电源冗余，连12伏电源都冗余了2个。还有呢，在聊到天枢 OS 的时候，其实是一笔带过了。这个呢，其实是首个以汽车为中心的全域 OS， 它实现了 AutoSAR 的国产替代。那什么叫 AutoSAR？ 简单理解说，就是奔驰、宝马、奥迪他们在很多年前，大概是2003年左右吧，建立了一整套标准。你要造车就要建立这一整套标准，用他们的产品，用他们的工具集来做。但是呢，蔚来自己实现了 AutoSAR 的国产替代。不管是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还是出于以后能制定标准的考虑，这一步走的坚决，而且很难得。发布会上没有很认真一笔带过去聊这个事儿的，然后呢，最后才会聊一聊这个车的参数。ET9呢，其实是一台行政旗舰，外观呢，你可以看到这是一台非常大的车，然后轮子和车身的比例关系也是感觉轮子特别大，23英寸的轮子，跟它这种比例关系比较接近的其实是劳斯莱斯的闪灵，对吧？然后尺寸方面呢，这台车5324毫米长，2016毫米宽，1620毫米高，轴距达到3250毫米，非常高大、非常壮硕的一台车。你把它跟30岁的行李箱放在一起，尽管是一台轿车，你依然能感受到这个车的非常的巨大。然后呢，车身依然保持了蔚来所在乎的一贯性的好，车身的抗扭刚度达到了52600牛米每度。这个呢比一体铸造比 CTC 的强度还要高，因为其实你用 CTC 的时候，你就可以用大量的螺栓去提高车辆的车身的抗扭刚度。但是蔚来这样换电的车型，基本上电池包就是应该是10个螺栓就固定在车上了，其实没有很多可以滑头的地方。那怎么样提高车身的抗扭刚度呢？那就得实打实的把车身的用料给它做好。然后呢，车本身也做了有一些很有趣的灯啊，比如它使用了 Micro LED。其实 Micro LED 是非常新兴的技术，Micro LED 的电视目前的价格都还非常昂贵啊，可能大一点的 Micro LED 的电视要接近100万的价格。然后为了在这种灯上开始使用了 Micro LED 来作为像素级的大灯这样大灯呢可以投放出一些提示了当然未来说我这个东西是用来保障安全不是用来炫耀的。灯光技术它的本质还是应该聚焦安全，而不是用来作秀。那所以 ET9 全新的智能高清投影大灯，技术创新的首要任务呢，就是要去提升行车安全。那但是呢，对于跟行人做一些交互，比如说铺设一个光毯比如说铺设一个人行横道，我不确定法规能不能做这些东西对于用户的交互，对于路边行人的一些影响力，这个灯会变得更加有意思。然后呢，外部上除了这个大轮毂之外，这个轮毂的标是可以一直保持正着的，这又是从劳斯莱斯那儿学习来的吧？你可以说，这个世界上好像轮毂标一直保持正着的品牌并不太多对吧？但是未来的这一次的标也可以永远正着了。然后整个车身的旗舰级的安全气囊布置，这个就不用多说了吧。然后未来呢，在侧边的气帘上还充分考虑了不同高度的人所用的气帘匹配。每一点安全都值得全力以赴，这一直是未来的一句口号。其实未来也在用心的去实践这些事儿，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一台旗舰所与之不同的地方。然后诸如这是一个原生的4座车它有天空桥它有行政岛它有好多横向的屏幕ET9 首创的行政桥，近2米长的长度，贯穿前后排。创新的集成了20项子系统，在实现空间分区的同时呢，也很自然地成为全车乘客交流和互动的桥梁。在行政桥里面，
我们为2排的乘客精心设计了一张360度无极调节的行政桌案。这张桌案呢，你们最爱的角度可以有无限种调节，任意角度随心调节。它是一个自研高端的座椅平台啊，它有所谓的滑翔座椅，可以让你全身心的放松，有个巨大的后躺的角度，这些都是未来的专利啊，这些东西都做得非常好。而且再透露一个小彩蛋，这个座椅是自带 ARNC 主动降噪的你们应该都用过降噪耳机，或者最少也用过 AirPods Pro 吧？对，未来的头枕上支持了主动降噪。对于车来说，把这些东西都加入进去了，真的非常的奢华了。那至于说有什么冰箱啊什么的，对，那都是常规的，这么贵的车都该去做的东西了吧。总之呢，这台车大量使用了行业首发自研，未来长期的亏损可以在这台车上解释得通了。ET9呢，其实根本不需要关注冰箱、彩电、大沙发这种3大件，而且这3个词呢本身也显得过于笼统了。在未来恐怖的研发能力这儿，其实不值得一提啊，别人都有的，未来做的可以更好。2年前呢，其实我第一次听力宏阐述了一个观点：智能电动汽车是3件事儿，答好这道题呢需要3把不同的钥匙。今天呢，可以说未来在这3把钥匙上都有一些非常领先、非常优秀的成果，这些东西才是未来高端品牌的护城河。所以呢，回到产品上，未来 ET9是一个拥有大量新鲜技术的旗舰。在补能上，未来可能是唯一一个没有里程焦虑，让家电比加油更简单的企业。不管是充电还是换电，未来都处在遥遥领先的位置上。未来有着良好的口碑与服务，这个可能是买高端车型的用户更加所需要的地方。未来的社区是有目共睹的高质量，有多少品牌梦寐以求，想把自己的社区做成未来这样，以至于 APP 都要照着未来来做，这样一个汇聚创新、商机无限的社区。这些东西都是这一个产品的加分项。那好吧，这就是懂买买关于未来 ET9一个快速而又简短的一次介绍。我希望能给你对其中的一些点有一些加深的印象。毕竟这台车2025年才能交付。那对于我来说呢，我也就是下了一个订单，然后我会跟随这1年的时间，我来追随一下这台车的一些 update、一些信息的释放。然后呢，我最终再会决定要不要把它买回家，好吧？好，这是本期懂买买的视频，希望你能喜欢。如果对我视频感兴趣，不要忘记评论区帮订阅懂买买，在头条、B 站、微博以及 YouTube 都有自己的账号。我们下期再见，拜拜。